江澄埋在一堆踪物中，头也不抬不唤，说着又扔了一摞子给他，再道还不快帮忙。魏无羡被江宗主的果决惊到了，撅着嘴坐下，你怎能如此无情？江宗主道，不如你去问问，整个莲花坞都无人想去替你挨砸。魏无羡将笛子置于手中，转了几圈，我可是自己一人住一间房的，这待遇如此之好，当真无人换。与旁人挤一间，也比被韩光君砸那么一下，再与他同床的好。江宗主终于舍得从一堆事物中探出头来，给了一个最中肯的建议，若是你今夜再度被砸，倒不如将蓝忘机接来莲花坞，我们这倒是不差这一口饭，只是你每晚动静太大，扰了门生，尤其是我休息。魏无羡不死心，干脆将莲花坞问了个遍，当真无人与他换。在被最后一个门生拒绝后，魏无羡忍不住问道，我在家用银子买你的床位成不？门生险些将头甩掉，不，魏公子，无论如何我是不会与您换的。魏无羡痛苦道，为何？门生道，仙门传言，除魏公子外，再无人能驾驭韩光君这等名士。魏无羡，驾驭，外面都传了什么鬼东西？丑时，魏无羡坐在床边，深吸一口气，有点紧张。连续2日了，今日若再砸他，可就真废了。虽说这点小伤与射日之争时动辄缺胳膊少腿，今日这挨一刀，明日那次一剑的程度完全无法相比，却因其出其不意这一优点后来居上。蓝忘机突然现身并下降，对魏无羡造成的阴影许是比战争都大。坐了一会儿，已经晚于平日就寝时间，魏无羡抬头往上面看了一眼，挪屁打鼓，小心翼翼的试探的躺在床上，仰着头瞪着眼睛，就是不敢闭眼。他自言自语道，今日应当没有问题了吧？泽无君已经派人看着了，应是没有问题的。今日帮江澄处理不少事务，再者身上带伤，极易疲劳，再三确认无误后，魏无羡眼皮打架，最终招架不住，沉睡过去。云深不知处那边，蓝忘机今日便警惕了些，丑时未睡，等了许久，面前的白色幔帐忽地变成了魏无羡的一张睡颜。蓝忘机失重感陡然传来，虽然蓝忘机早有准备，但2人距离太近，还是有半边身子重重压在了魏无羡身上。啊呀呀呀呀！熟悉的惨叫再次响彻莲花坞的夜空。再次于半夜听见魏无羡的惨叫时，江澄江晚银江宗主不耐烦地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慢腾腾地起身，在外面与一众门生对视，眼中满是无奈。一帮子行尸走肉将魏无羡房门踹开，果不其然看见了里面衣衫不整、披头散发的韩光君，也不知是怎样的一种心理，替他们将门关好，又行尸走肉般的离开。魏无羡、蓝忘机，此次蓝忘机虽然只砸了半身，于魏无羡来说却是伤上加伤，依旧好不到哪儿去。他睡得沉，蓝忘机似是离他不算太远，因此降得快，2人都反应不及，才导致他多次受伤。魏无羡平静地被砸醒，平静地吼完每日一嗓，平静地扶着腰，平静感觉经过2日的休养，自己的伤势更重了，再平静地看着大半夜落到自己床上，一脸惊慌失措、愧疚难当的美人，平静地想，能如此砸人还不招致人恨的，估计只有韩光君这等名士了吧。他在那目不转睛地盯着蓝忘机瞧，却不知本就因自己犯错而心中难受的人被他瞧得面色难堪。蓝忘机出声提醒，魏婴。魏无羡被这一声唤回神智，动了动身子，腰部仿佛就是被人碾过一般，传来一阵阵钝痛。见蓝忘机又欲前来替他按达摩，魏无羡连忙伸手制止韩光君，此事当真怨不得。他动作太大，扭动间又扯到了痛处，猛吸一口凉气，龇牙咧嘴的再也不敢动弹。被蓝忘机扶着被趴在床上，虽然嘴上拒绝着，待一双大手按在腰上的时候，除却最初那一下不是激的他浑身一抖，还是满足的喟叹一声。时间久了还有兴致指挥蓝湛，右边，今日砸了右半边。蓝忘机听话的将手往右移了寸许，这里。魏无羡点头，对，轻一点。蓝湛你手劲好大，说话之人不自知。蓝忘机却先红了耳根，好在晚间并未束发，一双耳朵藏在纯黑的发间。
魏无羡这人又趴着身子兀自享受着，没能注意后方，因此躲过一劫，一言将力道减轻少许。果真又听魏无羡舒服的哼唧，不错，对，就这样，很舒服。蓝忘机门口深觉自己方才太过敷衍，不放心折回来想再度确认情况的江宗主与门生。魏无羡这声音听着危险呐，零总统供不下10人，立于寒风之中，心里哇凉的。众门生斜眼，小心翼翼地打量他们宗主的脸色，判断事情还有无挽回的余地。放眼望去，只觉一片漆黑，江宗主的一张脸似与夜色相融，若不是身着白色礼衣，寻不寻得到还是个问题。里面魏无羡不可描述的深达音再度传来，蓝湛，再重一点，啊呀，太过了，一点点就好，江城。